男人收回了手，他淡然一笑。哼，看来三皇子还是很难做决定，不如我来帮助三皇子一下。男人的手在赫连玉身上点了几下，赫连玉咳嗽2声，他醒过来，身下一片冰凉。赫连玉脸色一变，他立即翻身坐起，用双手环在自己的胸前，环目四周，有5个黑衣陌生的男人一直盯着他看。赫连玉受了惊吓，你们是谁？男人指着角落里面被绑着的赫连觉，带你来见你三哥的人。赫连玉随着男人的手指看过去，看到了手脚都被绑着的赫连觉。赫连玉扑了过去，他嘴里喊道：三哥！他还没能靠近赫连觉，赫连玉的头发就被男人拉住，男人一用力，赫连玉摔在地上，他的头发被扯下了许多。赫连玉立刻湿了眼眶，他趴在地上喊：三！话还没喊出来，赫连玉的一条腿被一个黑衣男人拉扯，然后将他往后拉去，他哇哇大叫着：你们要做什么？要做什么？这一幕赫连觉不忍去看，他歪过头怒吼道：你放了他！是一副撕碎的声音。既然你的三哥不愿意救你，那么只能让尊贵的三公主陪一陪我的弟兄们了。你们这次可是让我们折损了不少弟兄，那就用你的身体来补偿我们。赫连玉的一条腿被男人提着，他手指成爪，抓着地面努力向赫连觉爬去。可是他的一条腿在男人的手中握着，他根本逃不了。他的手指被磨出了血，他努力爬出的那么一小段距离，被男人轻而易举地将他拖回。男人嘲笑着：冰清玉洁的三公主，今日就让我来先破了你的身，然后再将你赏给我的这些弟兄们，让他们好好乐呵乐呵。三哥救我！三哥救我！赫连觉五指握成拳，他的眼憋得通红。放了他，我答应你。赫连觉的话音刚落，男人便松了手。赫连玉如同烂棉絮一般落在地上。三哥！此时的赫连觉是他唯一的依靠，他要更靠近他。还不给三皇子松绑！几个黑衣人上前将赫连觉从铁索上放下来。赫连玉的小脸上满是泪痕，手掌上全是伤，他心中不忍。三妹，等我回来带你回宫。赫连玉重重的点头，哭着喊道：三哥，你一定要来。三皇子，你就先去吧，我只能保证三公主在天亮之前无事。若是天亮以后我没有见到沈从清的人头，那么三皇子可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了。将这个女人给我绑起来，若是天亮前赫连觉没有成功，那就奸了她。男人只冷冷地看了赫连玉一眼。尊贵的三公主，若是你随后遭遇到了什么不幸，那就是你的三哥没用，他没有保护好你，或者说是你的三哥最后选择了富贵和前途，没有选择你。你若事后还能活着，记得一定要找他们报仇，将今日负了你的人统统踩在脚下。说完这些，男人走了，他只留了4个人看着赫连玉。不管赫连觉成功与否，他们都要在赫连玉的心中种下一颗仇恨的种子。沈从清大喊：三皇子，不要相信他们，就算你如了他们的意，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也会照做。赫连觉一愣：你都知道了？是，幽冥组织发源南诏，他们对东离的恨远远超过你的想象，他们不会放过任何引起东离内乱的机会。就算你按照他们所说的做了，三公主同样有难。与其在这里与我纠缠，不如现在就回去救她。沈从清的话让赫连觉如梦初醒，他朝着来时的方向跑去。沈从清的声音传到白小玲耳朵里：小玲，跟上三皇子。什么？相比这里，地道里面会更安全。那你千万要小心。他现在留下来无法帮助他，为了不成为他的拖累，他随着赫连觉离开的方向走了。沈从清一边为他清路，
一边截杀冲上来的发病亲卫。这次幽冥组织恐怕是想要他的命，所以这一波截杀以后还会出现另外一波。白小玲留在他的身边只会更危险，而且他们若是这么想要他的命，地道之内应该没有留多少人，那几个人赫连觉能够解决。白小玲已经进入了地道，地道的中央，赫连玉被挂在铁索上面，他如同死尸一样低沉着头，凌乱的头发垂到胸前。他身上一块遮羞布都没有，一个男人在他面前提上裤子。嘿嘿，真过瘾呐！公主的味道果然不一样。另外一个人开始脱他的裤子。你爽完了，就该我来。男人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他就直直倒了下去。男人倒下以后，赫连觉看见一丝不挂的赫连玉，他满眼猩红，一下子脱了自己的衣服裹着他，然后用刀砍掉了绑住他的锁链。赫连玉虽说半睁着眼睛，但是他毫无表情，仿佛死了一般。男儿有泪不轻弹，赫连觉被抓住受刑的时候都不曾掉一滴眼泪，可是如今却流下2行泪来。玉儿，玉儿，对不起啊。三哥，你不是说会保护我？他颤抖着声音说的这句话，狠狠地刺痛了赫连觉的心。三哥，对不住你，对不住你啊。三哥，我完了，完了。玉儿，你放心吧，这件事情不会有任何人知道，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你还是那个高贵的三公主。可是，赫连玉转头看着站在不远处的白小玲，他知道呀。赫连觉一回头就看见了白小玲。白小玲看到此情此景，她十分错愕。她是女人，她很清楚在赫连玉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三哥，三哥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，就没有人知道了。赫连觉捏紧了拳头，可是这个女人是沈从清的妻子，她还怀了孩子，就算她只是一个平凡百姓，她也不可以随意杀了。玉儿，她不会说的。赫连玉听了赫连觉的话，他推了赫连觉一把。他的哥哥竟然也向着白小玲，若不是白小玲，他怎么可能惨？如果白小玲没有嫁给沈从清，他也不必为了得到他的心，千里迢迢从汴城追到这里。如果不是白小玲突然来了，他也不会吃醋非要上山。他所遭受的一切都是因为白小玲。他真看不出这个村姑哪里好，沈从清向着他，就连与他有血缘关系的三哥也向着他。他这么悲惨，为什么白小玲要幸福地活着？还有，白小玲凭什么要怀着沈从清的孩子？将军府北院，白小玲的房内传来她声嘶力竭的叫声，丫鬟端着热水进进出出，她满头大汗，双手抓住身侧的枕头。沈夫人，深呼吸，深呼吸，用力，用力！孩子的头已经出来了，再用一把力！白小玲一边用力一边哭喊：“沈从清，你这个混蛋，你只顾着自己爽了，我好辛苦，好辛苦！”房外，沈从清、沈竹浪和刘氏都等在那里。沈从清听见白小玲的叫声，他一拳砸在柱子上，真恨不得在里面生孩子的人是他，他替他受了这些疼痛。他现在就在想，为什么怀孩子的是女人，不是男人？刘氏安慰道：“从清啊，你放心，小玲没事的，没事的啊。”刘氏虽然话是这么说的，但是他也紧张的双手都在发抖。他又说：“我去看看厨房煮的红糖姜汤和炖好土鸡汤了没有。”沈竹浪也手足无措，他听着产房里面白小玲的叫声，完全不知所措。
沈从清，沈从清，你个大坏蛋！他听着他一直在叫他的名字，一颗心就像在油锅里面煎着。我要进去陪着他。沈竹浪一下子拉住了他。白小玲要生产的迹象出来以后，娘就告诉他了，一定不能让沈从清进去。女子生产的时候，男子见了会走邪运。哥，不能进去。现在这种时候，小玲一定特别希望我陪在她的身边。我要进去。哎，哥。这时候产婆出来道喜。沈将军，恭喜恭喜，夫人生了一个小公子。沈从清高兴的都不知道怎么笑了，他只知道他不用再疼了。产婆继续说，一个大胖小子，足足有6斤呢。沈从清着急进了白小玲的房间，产婆已经将孩子洗好，然后用绸缎包好。产婆将孩子抱到沈从清面前，将军，你看看这眉毛眼睛长得多像你。他一下子坐在白小玲的床边，然后握住她的手。白小玲无力地躺在床上，头发都被汗水打湿了。他见了他这个样子，心疼得不得了。这个臭小子，让他娘疼成这样。本将军现在不想看他。白小玲听到他说的话，苍白的脸上多了一些笑。他用手去摸他的脸，他俯身让他摸一个够。产婆目瞪口呆地看着怀里的孩子。她替人接生这么多年，每一次主人家听到生了儿子，都迫不及待看孩子，然后一家人围着孩子笑。但是沈将军家不同，沈将军进来第一件事是看沈夫人，还说不想看孩子，因为孩子让沈夫人疼了。女人生孩子哪有不疼的？刘氏进来，他也是先去看白小玲，看到白小玲脸上已经恢复了一些血色，这才走过去看孩子。产婆连忙说，老夫人是个小公子。刘氏笑得合不拢嘴。哎呀，好好好，你们2个带产婆下去领赏。产婆笑得更灿烂了。刘氏接过孩子，然后抱在怀里逗着。哎呀，这眼睛啊可真俊，长大以后啊肯定和你爹一样威武。沈竹浪站在旁边看着，这个小孩子皱巴巴的，他真看不出来哪里俊了。小孩只有刚出生的时候哭了几声，这会儿倒是睁着眼睛不哭不闹地看着刘氏。哎呀，真听话呀，一点儿也不闹腾，和从清小时候一模一样。他这才将孩子抱到沈从清与白小玲身边。来，小玲儿，快看看孩子。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，哪有不疼爱的道理？白小玲歪着头看着小孩，小孩皮肤红红的，又皱巴巴的，说实话像个小老头。他自认为自己和沈从清都长得可以，为什么2个人生出来的孩子像这样？刘氏仿佛看穿了白小玲的心思。哎，小玲儿，你别看孩子现在是这样，这刚出生的孩子一天一个样，等到1、2个月以后就长开了，到时候就好看啦。是这样吗？刘氏将孩子放在白小玲身边，白小玲喝了汤，睡意来袭。没过一会儿，她也睡了。为了不打扰白小玲休息，除了沈从清以外，一屋子的人全部都离开了。沈从清蹑手蹑脚地在书案上准备好笔墨纸砚，然后翻着书再给孩子想名字，将想好的字一个个写在纸上，等到白小玲醒了，他来挑。到了傍晚的时候，白小玲终于醒了。沈从清看向白小玲，看到她醒了，他连忙过来。小玲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多了。刘氏、东岳以及奶娘早就来门口候着了，直到听到里面有声音，刘氏才敲门。小玲醒了。白小玲应了一声，娘，我睡醒了。他们一起进去，东岳手里端着一碗鸡汤，沈从清喂白小玲鸡汤。刘氏对他说，小玲，
我看汴城的大户人家的夫人生了孩子，都是由奶娘喂养的，所以娘今天出去找了一个奶娘。奶娘走到白小玲和沈从清面前，对他们行礼：“见过沈将军、沈夫人，我姓周，将军和夫人以后可以叫我周氏。”白小玲看向东岳，东岳对她点头，表示这个奶娘没问题。孩子从出生到现在还没有吃过，你带他下去吃点吧。是，夫人。奶娘抱着孩子出去了，而她身后跟着左卿和刘楚。刘氏坐在白小玲身边，她将一张纸拿了出来，笑得一脸慈祥。小玲儿，我刚才还请了一个算命先生，将孩子的生辰八字给先生看了。先生说孩子五行火旺，缺水，八字喜水，水是他的喜神，我们得给孩子取一个有水的名字。沈从清正好想着他刚才选的那些字，他将纸张给拿出来。小玲，这是我下午选的字，你看看。白小玲看着沈从清写在纸上的字，结合刘氏说的：“从清，娘，你们觉得沈江白这个名字怎么样？”沈江白，名字里面既有水，又有沈从清和白小玲的姓。沈从清笑：“好名字，好名字。”小玲儿和从清觉得好就好。沈江白，小名白拜。好好好，小玲儿，你先休息，我要去看我的白白孙子了。好的，娘。刘氏出去了，沈从清看了东岳一眼，他也识相的出去了。东岳出去之前，他将门给关上。沈从清脱了外衣，然后躺入被子里面。白小玲嘴角抽了抽：“从清，我刚生完孩子。”“我知道。”“那你……”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他就已经双手抱着他躺着了。“小玲，这段日子没和你睡在一起，我觉得睡不踏实。如今你终于身子轻了，我想天天和你睡在一起。你放心，我不做别的事情，就这样抱着你。”他这段时间忍的辛苦，他是知道的，他也很愧疚，但是没有办法。“我出了月子就可以了，很快的，你再忍忍。”他将头埋在他的头发之间。“我知道，我这段时间真是发现自己特别能忍，真的。”白小玲噗的一声笑了，她转过身和他面对面，然后主动去咬他的嘴唇。其实亲亲还是可以的。沈从清愣了一下，然后开始回应他。秦府，秦洛几乎将他屋里的东西全部砸烂，他怒吼：“我们秦家祖祖辈辈都住在秦府，凭什么要让给沈竹浪那个毛头小子？还有，我们秦家祖祖辈辈都是刑部尚书，凭什么到了我这一代就不是我？”外面下起了大雨，秦洛的衣服全部被淋湿，他提着一把长剑出现在秦婉婉的住所外，吓得丫鬟东窜西逃。秦婉婉见了秦洛手里的长剑，她意识到大事不妙，连连后退。“秦洛，你要做什么？”“做什么？你毁了我，我要毁了你！”又一道惊雷闪过，照亮了秦洛的脸。秦婉婉浑身发抖，这么看起来，秦洛不是人，他是一个魔鬼。“秦洛，我是你的妻子，我给你生了儿子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而且杀人偿命，你杀了我，你也逃不掉的。”秦洛步步逼近。“我逃不了，我怎么逃不了？你一个贱婢，你家里有人吗？你来汴城这么多年，你的家里人有来看过你吗？我今夜就算是杀了你，又有谁会来替你报官？没人报官，你以为官府会来管这些事情？”秦婉婉真是害怕了，她跪在秦洛面前向他磕头：“你饶了我吧，你饶了我吧！看在我们孩子的份上，他还小，他不能没有娘啊！”长剑插在他的手边。“你不配做双双的娘，以后双双的娘就是双儿。”他抱住他的腿。
是，我不配做双双的娘。秦洛，你不要杀我，不要啊！以后不管做牛做马，我会服侍好你的。求你不要杀我！看着你都恶心，我不用你服侍。秦洛说着，一脚将秦婉婉踢倒在地。他现在顾不得疼痛，又朝着秦洛爬了过去。是，我恶心。但是以后秦府搬离这里以后，丫鬟仆人恐怕会走一大半，到时候府里缺人，最累最脏的活我来做，我不要工钱，只求你不要杀我。秦洛本来就在盛气之中，如今秦婉婉又提到了秦府会搬离这里，他更是怒不可遏。他今晚只是打算来吓唬秦婉婉，并没有打算真的要杀了她。但是现在他的双眼一红，一剑朝着秦婉婉的脸砍去。秦婉婉下意识用手去挡，当下有2根手指被削下，钻心的疼痛让她哭叫得很厉害。但是就算她用手挡了，但是她的脸还是被划了一个很长的口子。以后你就顶着你这张烂脸给我当牛做马，不许说你是双双的娘，不许说你曾经是我的女人。秦洛说完这些，他一甩衣襟离开了。为什么？我只是想过好日子。又是一道闪电掠过，照亮了这个院子。冷霜穿着红色的衣裙，带着一个小孩从树下走出，他撑着一把红伞，笑得妖艳。而在他手边，秦霜吓得全身都在发颤。看清楚了吗？你爹不要你，也不要你的娘。如果你再不给我喊娘，只要你爹不高兴了，他就会像对待你娘一样对待你。冷霜带着秦霜走到了秦婉婉的面前。秦婉婉看见自己的儿子，一瞬间就朝着他扑过去，但是秦霜却躲了一下。秦霜的那个动作刺痛了秦婉婉的心。双双，不是娘啊，娘只有你了，只有你了。冷霜笑着，哼，你这个鬼样子，谁愿意给你当儿子？他现在是我的儿子。双双，谁是你的娘？秦霜的小手指向冷霜，眼睛不敢去看秦婉婉。秦婉婉看着秦霜的动作，她的眼睛几乎从眼眶里面冒出来。双双，我才是你的娘啊！双双，谁是你的娘？你可要想清楚，想错了可是会受到惩罚的。冷夫人才是我的娘。冷霜听了，她哈哈大笑着，秦婉婉的眼睛仿佛要瞪出血来。冷霜，你这个贱人，当初是你找我买白小玲在莲花村的消息，如今却将脏水泼在我一个人的身上。是又怎样？可是谁会信你？我现在可是秦洛心中温柔善良可人的弱女子，而你才是那个恶毒丑陋的女人。冷霜，我就掐死你！秦婉婉失血过多，本就站不稳，她反而一脚踢在他的腹部，然后踩在他的身上。原本他以为做不了沈从清的女人，做秦洛的女人也不错，可是谁知道天意弄人，秦洛竟然就此垮了。他的凤凰梦碎了，以后他要用什么去和白小玲斗？他目前没有办法和秦洛抗衡，他还要依附秦洛活着。秦洛现在虽然什么都不是，但是破船还有3分钉，在秦家没有彻底败落之前，何尝不是一个可以栖身的地方？只不过秦洛要了他的身子，他却没能成为刑部尚书，让他无法用一个干净的身子去找其他男人，他得找他讨要代价，就是虐待他的女人和孩子，给他的孩子心里造成不小的阴影，让秦霜从小就恨他，等他长大以后找秦洛报仇，这样才有趣啊！哼，那你就来掐死我呀！我会在你掐死我之前，先掐死秦霜这杂碎。秦霜听了，他的小脸吓得惨白，他抓住冷霜的腿：“
娘，我是你的儿子，你不要掐死我。冷霜听了，哈哈大笑着，然后松了脚。对于秦婉婉来说，身上的疼痛远比不上自己的亲儿子在她面前认仇作母。双双，你的觉悟很好，但是你认了我做娘，我可不认你这个儿子。我怕你心里还装着这个贱婢，等你长大以后会反咬我一口。不，冷夫人，你才是我的娘，是我的亲娘。只凭嘴巴说，我可不信。这样，如果你能像我刚才一样扇他一个大嘴巴子，我就相信你的话；不然的话，我就告诉你爹，说你不听话，让你爹割了你的手指喂狗去。秦霜哭着，他爬到了秦婉婉的身边，他嘴唇抖动，似乎在叫她娘。秦婉婉看清了秦霜嘴巴的动作，以前他叫了她无数声娘，他知道她是不愿意叫冷霜娘的，他的儿子心里的娘是他，他要救他的儿子呀。臭小子，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，你既然认了这个蛇蝎做娘，那你以后就没有我这个娘了，我也没有你这个儿子。秦婉婉眼角余光看见冷霜已经走远，双双，去留香馆找你舅舅。将军府北院，白小玲这段日子在坐月子。刘氏说她在1个月内不要出这间屋子，不要洗头，不要洗澡，每天给她端来各种大补汤，让她整个人都圆了一圈。沈从清为了让白小玲不再无聊，学了很多新东西。开始了。琴音起，断断续续，他弹得并不好。弹得有些不好。没关系，我喜欢听。他这么说了，他脸上的笑意更深，弹得更加卖力了。白小玲感觉到怀里抱着的沈江白挣扎了几下，她低头一看，沈江白这小娃娃的表情，那是一脸嫌弃。他笑，难不成他这么小就能听懂？沈从清再弹了一会儿，沈江白竟然哭了起来。他摇了摇头，然后停了下来。他走过来，抱着沈江白就开始哄：好了，白白不要哭，不要哭，爹不弹了。这段时间都是这样，只要沈江白哭闹，沈从清都会来哄孩子，绝不让他累着。沈从清哄了一下孩子，他也不哭了。他唤来乳娘，让乳娘带着沈江白下去吃点，自己则是坐在白小玲身边。小玲，我会努力练琴，争取下次弹琴的时候，白白不哭了。从清啊，有件事情我想对你说。你说。娘说在月子的时候不能洗头，不能洗澡，可是我觉得我身上好脏。他都能闻到自己身上有味儿了，而他每晚还是依旧抱着他睡觉，一点都不嫌弃他，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了。那我待会儿让东岳多取几个香炉进来。不是，我身上难受，我想洗澡。小玲，可是娘说了，不能洗。这个时候，若是沾了凉水受了寒，会给身体落下病根。我已经忍了将近7、8天了。从清，我想洗澡，从清好不好嘛？你就让我洗洗，稍微洗洗。见好说没用，他竟然开始撒娇。沈从清哪里受得住他这样撒娇？洗澡不可以，但是我可以去打来热水，给你擦擦身子。白小玲想着，能擦擦身子也是好的。现在天气渐渐热了，她无法洗头洗澡，真是好痛苦。没过一会儿，沈从清便端来了热水。他看着他偷偷摸摸的模样，就知道他这次又是背着娘要做这些事情。小玲，我已经将东岳和刘楚都支开了，娘此时在西院午休，她应该不会过来。你快点脱了衣服，我给你擦身子。白小玲愣了一下，他给他擦身子？小玲，我害怕你自己擦不了后背。他只说了这一个字，然后就背过身去开始脱衣服。虽然心里害羞，脸上火辣，但是他就是他的妻子，而且他爱他呀。衣服从他身上滑下，
露出洁白如玉的后背。沈从清看到这一幕，只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。得，还得忍着，等忍过这20几天就好了。你帮我擦擦后背，其余地方我自己擦。好。擦着擦着，他再也忍不了了，于是将帕子塞到白小玲手中，就跑到了屋子的角落里面蹲着。再擦下去，他可真的忍不了了，而他却在心里告诉自己，一定要忍住，一定要忍住，这是对他好。白小玲转头看着沈从清的模样，她嫣然一笑。沈从清蹲在墙角问：小玲，你穿好衣服了吗？穿好了。他应声以后，逃似的跑了出去。他可得回去洗一个冷水澡，好好消消火气。沈从清见到白老爷和白千云：爹，大哥，你们先进去，小玲在屋里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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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白小玲听到外面的声音，她走到门口喊：爹，大哥。两人加快了脚步，走到了白小玲的房中。白小玲知道他们2人是来看孩子的。东岳，去将孩子抱过来。东岳离开，白小玲看向白千云，她也有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，不过看他的气色，真是比以前好了不知道多少倍，这都是花仙杵的功劳。东岳将沈江白抱来，白老爷就一直抱着小孩，爱得不行。千云，这件事你可要向你的妹妹好好学习。你和玉一都是不让人省心的孩子，你们2个人明明比小玲都大，却一个也没有替我们白家延续后代。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你要是再不娶妻生子，爹可就不要你这个儿子了。白千云虽说才20几岁，但是放在古代，他年纪也太大了。白千云也逗着沈江白：爹，本来这几天我正打算跟你说呢，就在前段时间我外出养病，我认识了一个姑娘。白千云男人与花仙杵分别之苦，所以在将花仙杵安顿好之后，也就借口要去深山幽静处养病。这段时间他并没有在汴城。谁家的姑娘？就是给我治病的易大夫的女儿，年方18，知书达理，温柔贤淑，名唤易成儿。他为户部尚书，想要弄一个假身份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。白老爷听了很是高兴，自己的儿子终于从那件事情上走出来了。好，好啊，改明儿有空你将她带回来给我看看。好。白千云终于要将花仙杵以易成儿的身份带回白府了，他们终于要在一起了。白小玲也替他们高兴。小玲啊，你二娘和你二姐这几天有事，他们要晚些再过来看你，你不要往心里去。爹，我不往心里去，我只要知道你们心里惦记着我，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其实他也只是将白千云与白老爷当做他娘家人而已，至于二夫人和白玉一来不来看他，他真是无所谓。小玲，这次爹给你带来了一些人参、鹿茸之类的补品，刚让丫鬟拿去厨房了。这段日子你可不能再吝啬这些，吃完了给爹说，爹再给你送过来。爹，大哥。哈哈哈，从清啊，快来这里坐。好的，爹。一家人其乐融融，说着一些趣事儿。沈从清以前本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，此时也是笑得前翻后仰。沈从清他变了，变得柔软，变得更加善待生活，也善待自己。吃了午饭，白老爷和白千云正打算回去，东岳便拿着一个请柬来了。东岳见屋子里面这么多人，他有些犹豫，不知道这件事情该不该说。白小玲见东岳扭扭捏捏的样子，东岳，什么事儿？东岳将请柬拿到沈从清面前。沈将军，这请柬是秦府送来的，秦大少爷要在1个月以后与冷霜成亲，他们邀请了沈将军和夫人一起去参加。冷霜要和秦洛成婚了，这个消息对于白小玲来说还真是挺惊讶的。这几日秦府上下的仆人都在寻找秦霜，而他借口月事来了，身体疼痛，所以待在家中。
他不仅月事没来，而且要去见一个重要的人物。马车行到一个府邸前，冷霜下了马车。冷霜抬眼看了一眼这栋宅子，五皇子在外的名声是虽然不太好，不过他确实有一套。这栋宅子并不是皇上赏赐的，而是他自己挣银子买的。他也是多番打听，这才知道这是五皇子出宫以后的住所。他刚走到门口，就有守卫问：你是冷霜姑娘？是。跟我进来。冷霜走到门口，还理了理衣服，这才推门进去。赫连启穿着一身红色金丝祥云纹袍子，坐在窗前弄着一盆植物。冷霜进去以后，他关了门，对他行礼：民女冷霜，见过五皇子。他轻笑，却还是在看着他那盆植物。一只苍蝇飞过，植物的两边叶子夹住苍蝇，然后闭合了。这是捕蝇草。过来看看，你认识这种植物吗？冷霜看着两片叶子紧闭的捕蝇草，他摇了摇头。这叫捕蝇草，看起来柔柔弱弱，是个不会动的植物，但是一旦苍蝇小虫飞到它的周围，它就会将叶子立马合起来，然后将它们吃掉。还有这等植物？当然。他说完，终于抬起头看了冷霜一眼。冷霜姑娘可与这捕蝇草一般无二，看起来柔柔弱弱，单纯无害。其实你只是在等待，等待你的猎物靠近你，然后你会一击毙命地解决了你的猎物。冷霜不知道赫连启这是在赞美他，还是在挖苦他。他只是说：冷霜不明白五皇子的意思。哼，你若不明白，昨夜也不会派人送来那封信。本皇子也不想与你拐弯抹角。你究竟想和本皇子做什么交易啊？既然如此，那也没有必要藏着掖着。五皇子可知春水村一案？赫连启暗想，这个女人这么自信，原来她知道的事情是与那件事情有关。知道，不过春水村患病的百姓，能治的都已经治愈，不能医治的死了。三哥也回来了，那件事情结束了。结束？五皇子，这件事情还并没有结束呢，否则为何现任的刑部尚书还在调查此事？他果然是知道一些什么。冷霜姑娘有何高见呢？高见不敢当，我本是一个见识浅薄的女子，这件事情不过是我爹在临死之前告诉了我。五皇子，若是你能带我脱离苦海，我便将这件事情悉数告诉你。赫连启笑着，前几日本皇子才刚收到秦洛兄的喜帖，今日冷霜姑娘就告诉本皇子，需要本皇子带你脱离苦海。冷霜姑娘，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秦洛兄对你不好呢。我不爱他。赫连启觉得好笑。你说你不爱秦洛，你和秦洛在一起，何尝是因为爱他呀？不过是看上他的钱财而已。如今秦大人突然暴毙，刑部尚书的位置也让沈竹浪给做了，你这是要放弃秦洛这棵乘凉的大树了呀？你对我说这件事情是想要跟着我？哼，可我的眼光很高，一个青楼女子所生的孩子，而且还和秦洛睡了，这样的烂鞋我怎么可能会要啊？那冷霜姑娘爱谁呀？民女早就听过五皇子的大名，心中对五皇子钦佩不已，想要留在五皇子身边服侍五皇子。五皇子可愿意留我？他一脸为难的样子。可是你都要和秦洛兄成亲了呢，而且本皇子还打算在你们成亲当日给你们送一份厚礼。他听赫连启这么说，顿时脸上浮起了希望。五皇子请放心，我不会和秦洛成亲，这件事情我会自己解决。只是当我处理好我与秦洛之间的事情以后，五皇子要应约来将我带走。冷霜以后无论为奴为婢，都会尽心尽力伺候五皇子。好。冷霜听此，一下子给赫连启行了一个礼。多谢五皇子。现在来说说你所知道的那件事情。我爹临死之前告诉我，春水村居民会得那样的病，其实还与他们吃了一种药有关。那种药就是通过我们冷家的货源运送到汴城，然后再转手给了其他人，而这个其他人是白家人。
冷霜说到这里，他就停了。赫连启虽说脸上没有太多表情，但是心里也震惊了一下。是白家人，白家可世世代代都是忠臣，怎么可能做这种危害国家的事情啊？谁？五皇子，不能再说了。五皇子若是想知道具体是谁，等到五皇子来将我接走的那天，我就会告诉五皇子。赫连启看向冷霜，这个女人果然很有两下子。如果你不是已经跟了人，做我一个侍妾倒是也不错。可我是有严重洁癖的人，别人碰过的东西我嫌脏，特别是在女人这一方面。他笑着说，好啊，那本皇子就静候冷霜姑娘的佳音了。沈从清坐在白小玲的身边。小玲，吴顺那小子前段日子动了心了，你知道吗？是谁家的姑娘？你是他大哥，若是他真看上了你家姑娘，你得给他备了礼，上门替他去求亲。我也想替他求亲来着，不过他自己先了我一步，先向皇上说了。向皇上说了？白小玲有些惊讶，这事儿需要向皇上说？难道是皇家的女子？一想到皇家的女子，白小玲就想到了赫连玉，瞬间就没了好感。是呀，可惜没成功。是谁？就是赫连玉身边的宫女梅香。其实在路上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们二人不对劲。也许就是赫连玉破坏别人家庭不成功，他不允许他身边的宫女比他幸福呢。这位赫连玉身份显赫啊，那吴副将岂不是伤心透了？大男人伤心哪是能写在脸上的？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，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人，就算流血，那也不能流泪。他很是不明白，为什么？因为丢脸。怕丢脸就不哭了？我觉得哭和笑都是人的情绪表达。你以后啊，该哭就哭，该笑就笑，我不觉得你丢脸。那你这辈子哭过没有？哭过。那不就对了。所以你以后不必太过压抑自己。他一只手抱过他。在你面前，我是不会压抑自己，但是在外面，我是大将军。若是我都哭了，会降低我军士气。可是忍着不哭对身体不好。小玲呀，忍着不做，对身体更不好。他又一下子红了脸，发现竟然无法用语言反驳他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那你可要有心理准备，我可忍了好久了。白小玲听了这句话，瞬间有一种想死的冲动。那得做什么准备？需要几天下不了床？刘楚来报，夫人，沈将军三皇子来了。赫连觉自从春水村回来以后，就一直在养伤。他也算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，如今大概是身体好了，来看望白小玲生的孩子。请。是。赫连觉一来便向沈从清道谢。沈将军，恭喜贺喜啊！听闻你得了一个小公子。沈从清也站起相迎。三皇子能来，真是我与小玲之幸。沈将军说的哪里话呀？若不是沈将军和夫人，恐怕我已变成了一堆白骨了。赫连觉得100亲卫军全部折了，作为他们的主帅，他哪有不痛心的道理？当初幽冥主上之所以没有给他喂那种药，就是想要他与幽冥合作，他没有答应。赫连觉永远记得当初在春水村的后山，白小玲是如何挺着大肚子救了他一命。如今他们母子平安，他是发自内心的欢喜。他从怀里拿出一物。沈夫人，这是我特意命人打造的长命锁，送给小公子。白小玲双手接过长命锁。我替白拜谢过三皇子。不必言谢。对了，孩子叫什么名字呀？沈江白。好名字，好名字呀！赫连觉说着这些，他目光暗了暗。沈将军，沈夫人，其实我今日前来还有一件事情。何事？为我那三妹。白小玲与沈从清听到三妹2个字，皆是眉头一皱。沈将军，
我有一个难言之隐，还请沈将军成全。以女人的第六感，白小玲感觉赫连觉要说什么，她立马说：三皇子，你不能这么恩将仇报。赫连觉愣了一下，他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。白小玲将手中的长命锁塞回赫连觉的手里。三皇子，赫连玉是你的妹妹，所以她就算伤过你，害过你，你都原谅她。但是她赫连玉并不是我的什么人。若是三皇子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让我夫君参与三公主的事情，我不愿意。赫连觉听着白小玲说的话，他目瞪口呆。他是三皇子，从来没有人这么直接的拒绝他，而且还将他的长命锁还给了他，这让他一时不知如何应答。沈从清见此，小玲，你这段时间要少见风，进去吧。他嘟嘴看着他，你是不是看上了她公主的身份，想要当驸马？小玲，我哪能这么做？这辈子有你就足够了。那你让我进去做什么？有什么话就当着我的面说，别做这些偷偷摸摸的事儿。小玲，或许三皇子想要与我说的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连你都知道我想的是那样，说明他们都是这么想的。沈从清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敢和其他女人不清不楚，我绝对饶不了你。赫连觉得嘴角抽了抽，我此行似乎给沈将军和沈夫人之间造成了不小的意见，但是给出去的东西泼出去的水，若是我今日还将这长命锁拿回去，可是会被宫里的人笑话。既然白小玲不要，沈将军是个通情达理的人。赫连觉将长命锁塞到沈从清的手里，他快速说：沈将军，沈夫人，我突然想起还有事情，就先走了。刚才的话当我没有说过。赫连觉走了几步，白小玲叫住了他：三皇子，不要再信他。多谢沈夫人提醒。他也感觉赫连玉变了，但是那件事情是他没有保护好他，若是他恨他怨他都是应该的。白小玲看着赫连觉离开的背影，你夫人厉害吧？三言两语就拯救了你。厉害，厉害。他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可担心死了。他以为他刚才真的生气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他觉得白小玲这一招很好。如果三皇子真的将那件事情说出来，他还不知道该怎么回绝。这一日，赫连白忙完朝中的事情，又来了公主殿。他是个不善言语之人，见赫连玉如此，只有心中焦急，又不太会说话。赫连白看向梅香，问道：这几日公主如何？回禀太子殿下，公主每日几乎只吃一顿，每顿只吃半碗饭，连着2-3日没有出门，也不说话。赫连白眉头皱得很紧。请太医过来看过了吗？公主不愿意看太医，她说自己这是心病。心病？什么心病？在她眼中，赫连玉自己得不到自己的所爱，所以她也不让他得到。她恨赫连玉。太子殿下，奴婢也不知道，不如请太医过来再看一看。赫连白一想，也是这么一回事儿。他吩咐身边的太监去请太医，自己则走进了公主殿。他看了一眼一点没动过的饭菜。玉儿，就算是没有胃口，你也吃一点吧。赫连玉摇了摇头，不想吃。母妃来看过你了？今早刚来。父皇呢？刚才刚走。赫连白坐在赫连玉的身边。玉儿，你告诉大哥，是不是你这次出去受人欺负了？赫连玉将自己的眼泪控制得很好。赫连白的这句话刚说完，他的眼泪一下子就滚了出来。赫连白见此就知道是自己猜对了。玉儿，你告诉大哥，是谁欺负你了？大哥去帮你欺负回来。他摇头，就是不说。我现在当然不能说，再等饿几天，饿出病来，我再将白小玲的名字说出，到时候父皇母后以及大哥怒火中烧，一定饶不了白小玲，那也不枉自己辛苦一场。这时皇太医来了，他对着他们行礼：微臣参见太子殿下、三公主。快起来，
皇太医，你来为公主诊治一下。赫连玉愣了一下，我不是让梅香对他说我这是相思病，自己思念沈从清导致的吗？为何治我相思病的不是沈从清，而是皇太医？过了几秒，皇太医的表情变得震惊，随后整个手都抖了起来。太子见此，以为赫连玉得了什么不治绝症，他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儿。皇太医，如何了？臣号错了脉，臣再号一次。皇太医再号了一次脉，但是结果依旧如此。他颤抖着手收拾着自己的东西，没有做出一个诊断。赫连白想，难道是他饿了这么久，真的饿出了大问题？皇太医，如何了？臣医术不精，还请太子殿下请其他太医为三公主诊治。这皇宫之中，如果皇太医都说自己医术不精，那么还有谁敢说自己医术高明？皇太医，但说无妨。皇太医将太子拉到一旁，他小声说：太子殿下，三公主这是喜脉。赫连白的脸一黑，他呵斥道：皇太医，玉儿可是清清白白的大姑娘，你这般说是要掉脑袋的。臣不敢胡说，但是臣2次号脉都是这个结果。太子殿下，还是请其他太医来瞧瞧。赫连白转头看向赫连玉，他的这个三妹在外出的几月时间里面究竟遭受了什么？赫连玉见赫连白在看他，他擦了擦眼角：大哥，我这是怎么了？皇太医，你下去，今日之事不得向任何人说起，否则本太子不敢肯定你的脑袋还能留在你的脖子上。是，微臣告退。